很多新手只懂开车，却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养护咱们的车辆，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说，问题呢还没解决。其实很简单啊，今天暴弟就来教您如何自己检查咱的车况避免多花冤枉钱，该换的时候咱来换。首先第一个检查咱们的机油机油如何检查？打开咱们的主驾驶车门来看一下主驾驶车门下方左边这儿有一个小扳手，咱掰弄一下。好，掰弄了以后呢，咱的引擎盖就会错开一个比较小的缝隙，大家看一下，引擎盖错开一个小缝隙，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到引擎盖中间找到这边下方有一个卡子，捏住它，好，引擎盖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以后如何检查机油呢？咱看一下，这个是发动机，对不对？发动机上方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尺子，咱把它拔出来，准备一张纸巾，然后呢把它下方给擦干净，先把下方的机油擦干净。好，擦干净以后再把它给怼回去，好，再拔出来，这时咱们就能看咱们的机油的剩余量了。大家看一下下方这个凹槽有个凹槽，对不对？这边是机油的上限，这边是机油的下限。只要你发现你的机油处于上限和下限之间，那么咱们的机油量你就不用担心，机油是没问题的，不多也不少。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机油低于下方这个凹槽，那么说明你的发动机缺机油了，咱们就要及时的补充。那么高于上方这个凹槽也是不好的，那么发动机阻力会变大，会变得非常的费油，对不对？油耗会增高。所以说咱的机油在这两个凹槽中间就是刚刚好的。那么这个机油的更换周期一般都是1万公里或者说1年咱们更换一次，但前提是您用全合成机油。如果说您用的是半合成的机油您就6000公里或者说半年换一次也 OK。这是关于咱们这个机油的。接下来第二点，检查咱们汽车的轮胎。首先先看汽车轮胎表面有没有裂痕咱来看一下轮胎表面，检查一下有没有裂痕，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划痕之类的。如果说发现咱轮胎上面有裂痕有鼓包，那么轮胎一定要及时的更换，因为这个轮胎是咱车上唯一一个与地面接触的零部件，说是承载着咱们的安全也一点不为过。如果说发动机是新的，轮胎就是咱们的脚。如果说你想想你的脚受伤了，你能跑得快吗？说不定你跑得快了以后会摔倒，对不对？导致其他的地方受损。所以说一定要检查轮胎，定期检查轮胎，看有没有破损鼓包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来看一下检查咱们轮胎来福停一下，检查轮胎的生产日期3324，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对不对？这个是咱轮胎的生产日期。怎么去看呢？来看一下，这个24前面2位是轮胎的生产周数，后边2位是轮胎的生产年份。33代表轮胎的周数，后边24代表年份，也就是说24年第33周生产的轮胎。如果说你的轮胎已经使用6年了，那么咱们轮胎就要及时更换了，因为轮胎是橡胶制品，时间长了以后会老化会风化，一样有爆胎的风险，对不对？所以说轮胎最好不要超过6年不要超过7年吧。那么接下来如何去检查轮胎的磨损程度呢？来福把这个轮胎朝外打出来。好，咱再来看一下轮胎底部有些凹槽，对不对？这些竖槽，然后呢在竖槽里边都会有这个小方块，大家看一下，这个小方块就是咱轮胎的一个安全线。如果说你发现你这个方块已经和轮胎底部磨的已经重合了，磨的已经比较平了，它们已经无限接近了，说明轮胎磨损已经非常大了。那么咱们轮胎也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更换。轮胎磨损大了以后，第一个抓地力不好，第二个容易爆胎，这就是检查咱们关于轮胎的。接下来第3个，再检查咱们的刹车油熄火吧，把车辆熄火。刹车油怎么看呢？咱们在前方找到一个刹车油的盖子，来给大家说一下刹车油盖子上面一般都有一个黄色螺丝标志，这个就是咱们刹车油的加入口。一般刹车油油壶上面也是有上下刻度的。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刹车油低于这个刹车油的刻度了，低于最低下限了，那么咱们刹车油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充，因为刹车油缺少了以后会影响咱们刹车的制动效果。你想想，如果说刹车油缺了，你需要急刹车，它很可能会刹不住，导致咱们的刹车距离延长，进而发生事故。所以说刹车油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更换检查。第4就是检查咱们的冷却液了，也就是咱们平时常说的一个防冻液，要看看这个防冻液够不够。怎么看防冻液呢？大家看一下，找到这个盖子上面有一个温度计标志的，它就是咱们防冻液的加入口。咱们
一样是看这个防冻液上面有一个上下刻度线啊，大家看一下，两根线，对不对？上面这个是防冻液的上限，这个是下限。只要防冻液不低于这个下限，那么就是OK 的。因为这个防冻液它是用来给咱们车辆第一个温度高了以后给发动机降温，第二个咱们天气太冷以后给发动机保持一个恒温。因为现在冬天气温比较低，如果说你防冻液缺了，很可能你车子停放一夜以后，第二天早上打不着火，因为发动机冻住了，对不对？所以防冻液一定不能低于最低下限，只要发现防冻液在咱们这个刻度线的中间或者说以上就可以了。接下来第5个是检查发动机的皮带上是否有裂痕裂纹。来看一下，咱发动机这边一般都是有一个皮带的，这个皮带如果说你发现这个皮带上有裂痕有裂纹有老化的现象，那么咱们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更换。因为咱们这个皮带它是用来给咱们发动机转圈，对不对？如果说断裂以后会出现直接拉缸带来的损失不可逆转，记得一定要勤加检查。以上这些就是咱们自己基本上能够检查的一些项目了最后呢，咱们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处理，避免车辆出现更大的损伤。最后报地再给大家补充一下车上油液的更换时间。全合成机油咱们这个发动机全合成机油一般都是1万公里或者说1年更换一次。如果说你是半合成机油，那么咱们就6000公里或者说半年更换一次冷却液就这个冷却液防冻液一般都是4年检查或者说更换一次。如果说你是那种长效防冻液，那么咱们终身不用换。现在很多日产车辆或者说韩系车美系车都是终身免维护的防冻液缺了咱们加一点就可以。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报地给大家说的这个刹车油了，刹车油也是4年检查或者说更换，主要看刹车油里边的含水量。如果说刹车油里边的含水量超过3%，那必须要更换。再有就是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空气滤芯，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一个口罩，是用来过滤进气的时候一些脏东西的，过滤灰尘的，大概1万公里或者说1年换一次。那么空调滤芯也一样。火花塞分很多种火花塞一般都是用来给咱们车辆点火的，在这个点火线圈下方分别有的4个火花塞，但是呢咱们自己没办法给它拆开，不能去看，所以呢咱们大概也就保养的时候每2万公里检查需要更换咱就更换。最后呢就是说变速箱油了，变速箱油分很多种有 CVT 变速箱咱6万公里更换变速箱油， AT 变速箱油7万公里更换，双离合变速箱8万公里再更换，手动挡变速箱大概15万公里以后再换也没问题就算你跑到20万公里再换也没问题。到那时候我相信也车辆也开的差不多了，对不对？车子也该换了，所以说手动挡几乎不用更换。差不多就这些了如果说还有哪里需要补充您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报地不求点赞，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少一例事故，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